赖清德刚就任就表现出了强硬姿态，但也有人说他是台湾地区历史上最弱势的领导人。那对此您怎么看呢？在结构上来看呢，赖清德有3大弱势啊。第一呢，就是在岛内了，他是继陈水扁以后的台湾地区选举中民意支持最弱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只得到了40%左右的选票啊，也就是说60%的台湾选民公开高调的要求下架民进党，对他表示了明确的政治上的不信任。蓝白携手正利用加大改革立法机构力度的方式，强化对行政部门的制约。即使在民进党内部，蔡英文等人对赖也有不少的牵制等等。所以说，赖清德在岛内是有史以来最弱势的领导人。第二呢，就是在两岸的互动中，大陆所拥有的优势和强势越发的明显，政策上的成熟度也越发展现出来，国际上的影响力迅速的提升，也不仅仅是表现在所谓邦交国的变化啊，是一个全面的变化。总之，在各方面的综合实力上，大陆的快速成长反衬出台湾现在相对动态的一种弱势，而且不仅仅是硬实力，更是在政策成熟度、内外秩序建构等等综合影响力方面全面表现出台湾目前的这种弱势。这是两岸力量关系的基本事实，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第三呢，就是在中美涉台博弈当中啊，台湾的分量呢似乎越来越轻了。尽管美国最近为了牵制中国发展，需要更多的打台湾牌，理应呢更重视台湾才对。但是呢，由于台湾本身的力量、政策的自主性和存在感，以及台湾和大陆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态势等等，就使得美国在打台湾牌的时候感到力不从心，处处受到掣肘。特别是这个赖清德这种个人很偏激，并且也不务实的这种政治性格，也有很强的不信任感。台湾在内政治理以及涉外事务上表现出来的无能或者腐败等等，也使得美国对台湾正在失去信心。另外呢，民进党自身呢在执政方面的无能，形成了缺水、缺电、缺人才等5缺，台湾民众的烦恼很多。赖清德呢不顾岛内啊台湾社会这些行政治理啊、经济民生各方面的诉求，还整天的忙于政治、意识形态等争斗。这一次的就职演说就比较突出地体现了赖清德的这种弱势、无力感以及焦虑。赖清德这次演说当中啊，用了一种比较激烈的态度啊，来表达他所谓台独工作者的政治特色。但是呢，由于他处在上述这样一个3弱的基本力量格局之中，他只能表面上展现一些强硬的姿态，但实际上很难办成什么事儿，不过是一种色厉内荏的政治表演和宣泄而已。从赖清德的520演讲来看，赖当局似乎越来越朝着以美谋独的方向发展。那对于这一趋势，您有何观察呢？这次赖清德的520演讲，除了色厉内荏地做了一番台独自白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完全投靠美国，投怀送抱，鹦鹉学舌地照搬美国的所谓涉华叙事方式，对大陆进行了一些恶意的诽谤和攻击。今天的美国呢，为了牵制中国发展，需要加大台湾牌的分量。当台湾当局的力量不堪重负的时候呢，那么实用主义的美国就要更多的直接介入台湾，干脆就把台湾这枚棋子啊，直接抓在自己手里，直接当了民进党的家。但是呢，美国要进行这个权力转移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两难的困境。第一，就是由于民进党当局的权力弱化，现在在岛内啊，民进党很不得人心，社会各界是冤声载道。美国这样一头撞进来，很多针对民进党的子弹，结果就开始射向美国了。在这种情况下呀，岛内各界是一片骂声啊，包括民进党内的一些人也在批评赖清德不知轻重。而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很合理的就在质疑并且批评美国，你作为赖清德演讲的审稿人，是不是也在犯同样的毛病，甚至于更恶劣？因为人们在质疑美国自己
不敢和大陆对抗的时候，却在拿台湾当枪使来试探大陆。这种批评当然是合理的，也是美国必须要面对的困境。第二呢，就是中美互动中的一些复杂性。中美正在构建相处之道，并且逐步走入了止跌企稳的缓和态势。在目前大选之际呢，又有俄乌、中东冲突的压力，美国当然不希望再引发台海等和中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美国现在是既要继续牵制中国发展，但是又不敢过分的冒险来得罪大陆，所以呢，对于赖清德的政策就呈现出一种两难的困境。他既要让赖清德强硬一点，加大其表面的对大陆的牵制作用，但是又不敢过分强硬，因为美国可能更怕赖清德一旦捅出篓子来，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大的风险，或是给北京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机会，或是给美方出难题，这都会使美国遭受不可承受之重啊。第三呢，就是美国仅靠自己介入台湾问题，他觉得不够。他还想拉着其他的盟友，比如说在北约或者是美日韩的聚会的时候呢，咱们注意到美国也在把涉台的议题加入其中，逼迫各方来表态。但是这里也有很明显的两难困境，比如说日本呢是其中最积极介入美台关系的，并且一上来就以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种特殊的表述方式，把美国涉台的那种模糊战略置于一个困境，逼美国不仅在涉及钓鱼岛等问题上表态直接介入，而且要在协防台湾加日本的这个重大新议题上表态，绑架美国。可见美台关系正在出现的权力转移也并不顺畅，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焦虑的表现之一。各方何去何从，还有待观察。在当前南海局势因菲律宾频繁侵权挑衅中国而持续升高之际，3艘印度军舰日前抵达马尼拉访问，还将与菲律宾海军举行演习。一段时间以来，印菲间的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印度在其中打着怎样的算盘？来看报道。据《印度时报》21号报道，印度海军东部舰队司令丹哈尔海军少将指挥德里号导弹驱逐舰、沙克蒂号补给舰和契尔丹号反潜护卫舰19号抵达马尼拉，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报道称，这是印度为加强与友好国家海上伙伴关系而进行的南海远程部署的一部分。丹哈尔宣称，印度和菲律宾有着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秩序方面。两国海军有着深厚友谊，都努力利用一切机会参加海上伙伴演习。除进行联合演习外，访问期间，菲律宾和印度海军还将进行各种专业互动，包括主题专家交流会、互访舰艇、文化访问等。值得注意的是，印菲海上力量近段时间的互动趋于频繁。上月，印度海岸警卫队的一艘污染控制巡逻船访问了马尼拉港。去年12月，印度海军卡德马特号反潜护卫舰也访问了菲律宾，期间还与菲海军举行联演。但此次印度海军访菲，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军舰实力上，都比之前有了明显提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当前中菲关系紧张，而印度则在陆上边界问题与中国存在争端，两国此时展开军事合作，无疑有着很强的针对性。我想这种军事合作呢，其实在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菲律宾想要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的一种策略。同时呢，印度呢也想从其干涉南海问题的角度出发，来牵制中国在陆上捍卫边境的资源和注意力。所以呢，两者在对抗中国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达成了一些共通性。这就是双方所要传递的一些信号。作为此次赴菲律宾的3艘军舰之一，德里号是印度海军多用途导弹驱逐舰德里级的首舰，1997年11月服役。该级驱逐舰满载排水量6700吨，最大航速32节，续航力5000海里，主要用于防空、反舰、反潜作战以及协同航母行动。
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1月，德里号完成了为期近1年的现代化改装。除了更换雷达和电子设备外，德里号最大的变化是撤换掉原舰首的4座4联装俄制天王星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取而代之的是2座4联装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增强对海打击能力。印俄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反舰导弹被认为是印度的明星武器，其采用了小型整体式冲压发动机，速度2.8马赫，基本型的最大射程可达290公里。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做到了一弹4吃，除了能从水面战舰、潜艇上发射外，该导弹还有3联装的陆基发射车型号和空射型号。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正努力扩大布拉莫斯导弹的外销市场，菲律宾是其客户之一。就在上月19号，印度交付了菲律宾采购的首批布拉莫斯反舰导弹，这是印度首次向其他国家出口该导弹，也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单笔国防出口订单，合同总价值达3.75亿美元。菲前防长洛伦扎纳曾形容，这款导弹将成为菲律宾拥有的第一种具有威慑力的武器。根据规划，布拉莫斯导弹将最先装备于菲律宾陆军，用于执行近海防卫任务。此外，菲律宾空军也将装备该型号的导弹。这种局面的形成呢，实际上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呢，会有极大的不利影响。它实际上也刺激了地区，就是东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给地区造成了更多不稳定的因素。观察指出，过去印度在南海问题上基本保持中立，但去年6月底，印菲外长在第5届印菲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联合声明中提及所谓南海仲裁案，被外界解读为印度态度发生了变化。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海洋政策倡议负责人阿比吉特·辛格还声称，鉴于印海军实力有限，以及优先关注印度洋地区战略，印度单独在南海推行对抗战略并不明智，需要联合美日澳菲一起对抗中国。今年3月，印度外长苏杰生访问菲律宾时重申相关立场，并称要加强与菲律宾的防务安全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时回应指，海上争议问题是当事国之间的事情，任何第三方无权插手介入。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在南海问题上正视事实真相，尊重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及地区国家为南海和平稳定付出的努力。这种转变呢，实际上和印度加入美日印澳这个4边机制，以及积极的在美国印太框架的这个美国印太战略的框架下发挥作用的这整个一系列的举动呢，是具有一致性的。所以呢，这个在美日澳和其他域外国家持续的呢在南海兴风作浪的同时呢，印度也加入其中，使得整个的局面呢更加复杂。在访问菲律宾之前，印度海军编队此前还到访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在分头访问越南金兰湾和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刘畅认为，印度是不具备拉拢更多东盟国家搅乱南海局势的能力的。一方面是中方有很强的反制能力，另一方面，南海周边国家除了菲律宾，也对域外国家搅乱地区局势的意图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且相关国家也并不支持菲律宾方面近期撕毁与中方的君子协定、升高南海局势的行为。深圳卫视注意到，在非主流媒体《马尼拉日报》曝光电话录音，证实该国一位海军将领与中方官员就南海风险管控达成的共识的消息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经将这位军官解职，并宣布对他进行调查。在22号的听证会上，这位非海军军官否认与中国达成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天回应表示，无论是中菲之间就妥善管控南海局势达成的君子协定、内部谅解还是新模式，时间线都清晰明确，事实板上钉钉，证据确凿无疑，谁也抵赖不了。菲方将有关当事人解职，恰恰说明中菲曾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达成过共识。菲方出尔反尔，倒打一耙，恰恰证明其在仁爱礁问题上心虚了、胆怯了，也证明菲方是背信弃义、侵权挑衅的一方。